周扬先一步走出去，给傅婉宁拉开了车门，对傅婉宁说道：你换了礼服，穿着高跟鞋就别开车了，我给你当一回司机。他在东城用车都是公司配备的。傅婉宁说道：我有司机的。不过他还是上了周扬的车。等周扬上车后，他说道：不带司机去，咱俩要有一个人不能喝酒，我不喝，我给你当司机。今晚的宴会本就是邀请你们，我是代替者，也没有几个人认识我，我喝不喝无所谓，在你的舒适圈里，别人敬你酒你不喝，不好意思。周扬边开车边说道：有我在，你也不用怕，我保管你喝醉了也会平安回到家里。他给他当护花使者。傅婉宁笑了一下：我平时也喝不多，顶多就是喝2口，没有人敢逼我喝酒，真喝醉了也没有人敢对我怎么样，顶多就是抢了个送我回家的机会。不过我一般不会醉，从我成年后，爷爷就开始练我的酒量。我的酒量不能说特别好，却也不差的，偶尔应酬出席宴会都不会喝醉。傅董是个好爷爷，我爷爷是很好，我妈说从我出生起就是爷爷在带我，他教我管我，我妈很少管的。爷爷也不放心我妈吧，他怕我妈教不好我，说就我一个娃关系着傅氏的将来。周扬没有见过傅太太，不知道傅太太怎么样，只是偶尔听傅婉宁提过2嘴，知道傅太太当初是希望生个儿子的，生的是女儿很是失望，对女儿的照顾可能就不到家吧。傅家这样的情况，就算是个孙女，对傅老来说也是掌中宝，宝贝得很，他看不得儿媳妇疏忽了孩子，就接过来养了。对儿媳妇的行事作风、为人处事等了解透彻后，关系着傅家未来的孙女儿，他自己养着更放心一点。如今傅董就庆幸孙女儿由他一手带大，否则被儿媳妇教得拎不清，耳根子软，傅氏交到孙女儿手里，早晚都会成为张家的那样，他死都不能瞑目。我妈也很疼我的，她就是耳根子有点软，很重情，很在乎她的兄弟姐妹，她没有兄弟姐妹，不太能够理解母亲对兄弟姐妹的感情。以她的性格，像她舅舅阿姨这样的手足，她可能都不会来往了，个个都想占便宜，都在坑他妈的。他妈还以为他的兄弟姐妹对他很好，若没有傅家太太这个身份，若母亲没有3天2头给娘家送东西，若没有傅氏帮扶着张氏，他的那些舅和姨还会对他妈好吗？算了，那是母亲的事，只要母亲高兴他不管。母亲往娘家搬东西又不会搬空傅家，都是一些营养品，随他吧。傅家的大权以及财政都握在他和爷爷手里，母亲动不得那些亲戚就无法通过他母亲来霸占。母亲手里的那些钱都是爷爷给母亲的生活费，家里的开销由母亲管着，他不会亏待女儿就行。母亲名下也有点资产的，收益不怎么样，倒是有点流动资金够母亲的花销。周扬不好接话，那是傅婉宁和他母亲之间的事，他一个外人可以听听，但不要插手。从傅氏集团到林家不算远，正常开车就10来分钟，不过下班高峰期堵得很，10来分钟的车程，愣是开了将近1个小时，两人才到了林家。周扬以往来东城都是处理公事，处理好了就走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还是第一次参加东城上流社会的宴会。他基本不认识东城商界的大佬，除非和他公司有合作的有些大佬的名字，他听过没有见过本人。不像傅婉宁是土生土长的东城人，自小就跟着爷爷出席各种活动，熟悉得很。车子进了林家的大别墅，管家指挥着来宾停车，看到周扬的车牌号码，管家迷茫了一下，大概是觉得这个车牌号码从来没有见过吧。想到进来的人都是自家老先生邀请来的贵客，是有邀请函的，不认识的车牌号码可能是老先生新结交的朋友呢，所以管家的态度没有变。等周扬停好了车，傅婉宁下车了，管家看到他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傅小姐，原来是你呀。傅小姐换新车了吗？看到下车的周扬，管家以为周扬是傅婉宁的新司机，但看着又不像，对方的气场及风度不像一个司机，也过于年轻帅气。傅小姐一般不和年轻单身的男性独处的，怕引起别人的误会。多少人想娶傅小姐，傅小姐却不给他们机会。
可能是怀疑别人冲着傅家的家产去吧。管家理解傅婉宁的做法的，换成是他都怀疑别人的接近是冲着他身份地位及家产来的。江叔，我没有换新车，这位是周总，宛城陆氏集团的当家总裁。陆氏集团在我们东城也有分公司，与我傅氏有生意往来。我爷爷身体略有不适，不宜出席活动，请周总代替他过来。这辆车是周总在东城的代步车。管家明白了，他笑着向周阳问好，赶紧带领着2个人往主屋走去，边走边对傅婉宁说道：我们老先生念叨傅小姐念叨了1个下午，我很久没有过来看望林爷爷了，实在是太忙挤不出时间。林家老爷子和他爷爷是老友，看着他长大的。傅婉宁很是敬重林家老爷子，林家上下跟他都很熟，就是管家都认识他10几年了，否则管家也不敢这样和他说话。一会儿见到林爷爷，我要先自罚一杯。管家笑，他请着2个人进屋，时不时会偷看周阳几眼。傅老请周阳代替他出席宴会，傅婉宁也不排斥，2个人同出同进，同坐一辆车，看样子关系也不错。管家多想了一下，这个周阳肯定是父老乡中的孙女婿人选，仅看外在条件跟傅小姐倒是般配得很。他在林家当管家当了10几年，见过不少东城的青年才俊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这个周总的。听说宛城的青年才俊都特别的优秀，看来传言不假呀。管家带着2人进屋，径直走向林家老爷子。老爷子年纪比傅老小一点，身体还很硬朗，今晚同样西装革履的他，看上去像60出头的人。他身边围着好几个东城的商界大佬，他们比林老爷子都要年轻很多，个个对林老爷子都毕恭毕敬的。林家在东城的地位跟傅家不分伯仲，林家人丁要兴旺，很多林老爷子生了3两女，儿女又给他添了10几个孙辈，属于儿孙满堂的幸福老人。傅老以前最羡慕这个老友的他，羡慕他儿孙满堂，不像自己数代单传就算了，到了孙辈居然只有1个孙女儿。林老的孙子比傅婉宁小太多了，否则2家都会结亲。傅老说想让林家的人气望一望自己家，去了宛城拜访过战家后，傅老又羡慕战家，战家的人丁比林家更加兴旺。傅老在战家做客那2天，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羡慕的。战家新一代成年的士才几个人，就那几个人都很优秀，林家的小辈暂时还看不出来，这样一比较就不如战家了。老先生，傅小姐和周总来了。管家走到林老身边，恭敬的道。林老望向了傅婉宁，脸上的笑意更浓，看着走过来的傅婉宁和周阳，心里想着老友的眼光真心不错，2个年轻人在一起般配得很。今晚盛装出席的婉宁也很漂亮，这孩子平时就喜欢中性打扮，遮掩了她的柔性之美。围在林老身边的那些人也都看向傅婉宁，对傅婉宁并不陌生，周阳就眼生得很。林爷爷，我来晚了没有？傅婉宁走过去，笑着和林老打招呼，紧跟着又和那些商界大佬打招呼。没有，刚刚好。林老笑着应。傅婉宁向他们介绍周阳的身份，一听说周阳是宛城陆氏集团的当家人，个个看周阳的眼神都亮了，轮番和周阳握手递名片。林老上下打量了周阳一番，笑着夸赞周阳一表人才。傅老跟我说了，今晚麻烦周总了。周阳谦虚的道，林老过奖了，不麻烦是傅董给我一个与大家认识的机会。林家的佣人端着托盘过来，傅婉宁要了一杯酒，对林老说道，林爷爷，我来晚了点，自罚一杯。林老笑道，难得你这丫头主动认罚。傅婉宁举杯一饮而尽，大家都夸她好酒量，平时她出席活动的确很少像今晚这般豪爽的喝酒，她通常都是浅尝即止，她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，也没有人敢逼她喝酒，她可以随心所欲。别人都以为她酒量不好，今晚才知道她不是酒量不好，是不想喝，酒喝多了也容易出事儿。傅婉宁年轻未婚，连男朋友都没有，不少人打着她的主意，她若是喝醉了，难保会有人乘人之危。傅总爽快。一位老总笑道，今晚的傅总也很漂亮，
谢谢邓总。傅婉宁向那位老总道谢，彼此寒暄过后，很自然就聊起生意上的事。很多人都对周洋很感兴趣，想和陆氏集团合作。周洋本来是陪着傅婉宁来参加宴会的，反倒成了主角。有人向他敬酒，他都婉拒了，说他今晚是傅婉宁的男伴，护花使者负责将傅婉宁平安送回家，不宜喝酒。他这样说，大家看他和傅婉宁的眼神便多了丝暧昧和探究，而盛装打扮的傅婉宁也打破了别人对他的印象，凑过来跟他打招呼。要加他微信递名片的男人也多了，傅婉宁只收名片，不加微信好友。一个晚上他收了不少名片，周洋收的比他更多。等到宴会结束上了车，傅婉宁朝周洋感叹的道：从小跟着我爷爷出席各种活动，第一次知道我异性缘那么好。周洋边开车边笑道：你今晚没有那么高冷，大家胆子就大一点了。主要还是你今晚真的很漂亮。我平时很高冷吗？是挺高冷的，反正和温和沾不了边。傅婉宁想了想说道：可能是有点吧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习惯了板着脸。板着脸显得有威严，也给人严肃高冷的错觉了。更多的是自我保护，不喜欢异性的刻意接近，他们的目的太明显了。他怕自己会被骗，干脆不给他们任何人机会，也不想去尝试爱情的滋味。家里催就催了，他不相亲不恋爱催也没用。想要孩子可以去做试管婴儿，他的计划从来没有变过。周洋，我有点困，酒喝多了，从来没有像今晚这般喝那么多的酒。他没醉，但因为喝多了酒，有点犯困，想睡会儿。那就睡吧，到你家了我会叫醒你，在我的车上，你尽管放心。周洋温和的道，让傅婉宁睡会儿。傅婉宁笑，你我是很放心的看人的眼光，我还是有的。初见周洋就知道他是个正人君子，跟他在一起不用担心被他占便宜，反而是他要担心被他占便宜。哈哈，他太帅了。傅婉宁往后靠着车椅背，闭上了眼睛说道：周洋，今晚麻烦你了，明天有可能会有点八卦新闻，明天我会发声明解释清楚的。他是傅家的千金，唯一的孩子，至今未婚，连男友都没有，只要他身边出现年轻的男性，就会被媒体盗报。周洋又是宛城陆氏集团的当家人，他的身份地位同样是娱记们喜欢盯着的对象。今晚两个人一起出席宴会，周洋对他诸多照顾及保护，大家看他们的眼神都带着暧昧，把他们看成是男女朋友关系。明天准会登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。周洋开车出了林家别墅，听到他这样说，他顿了一下后说道：清者自清，管别人说什么，成不成亲我无所谓，若是会影响到你以后相亲恋爱，那就早点成亲。傅婉宁了一声，声音很轻，他睡得很快，夜已深又喝了酒，放松了神经，一下子就被周公带走。周洋偏头看了他两眼，他刚刚说的话他大概都没有听进去吧，随便他了，成不成亲他是无所谓的。